一对母子被残忍碎尸，碎块被装入金属罐，丢弃在东高金公园，而这对母子正是5年前一桩失踪案的当事人。随着调查深入，最大的嫌疑人竟是死者的丈夫、父亲，也是当年失踪案的报案人藤森康孝。然而他始终否认杀人，只承认分解遗体。这起案件的真相至今仍笼罩在迷雾之中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起震惊全网的大阪金属罐碎尸案。2006年5月，52岁的藤森康孝前往大阪市警局报案，称妻子藤森冲代46岁，与大儿子藤森庸乐26岁已于上月失踪。据康孝描述，4月的一天，他下班回家，发现妻儿不在家中，手机关机，衣物也几乎被全部带走，仿佛人间蒸发。在自行寻找近1个月无果后，他只得求助警方。康孝向警方透露，他与冲代相恋于大学，婚后曾十分幸福。他继承父亲的印刷公司后，家庭经济优渥，2个儿子的出生更让生活圆满。但好景不长，印刷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，康孝转而入职一家制药公司，收入大不如前，难以负担家庭开销。自此夫妻间矛盾频发，冲代常因钱的问题与他争吵，甚至扬言要带儿子离家出走。更让康孝起疑的是，他曾发现妻子在网上与人频繁聊天，结合妻子此前的抱怨，他推测冲代大概率是出轨后带着大儿子私奔了。警方随后询问了康孝19岁的小儿子，小儿子证实家中氛围确实糟糕，父母常为经济问题争执，哥哥每次都站在母亲一边指责父亲，因此他对母亲带哥哥离家出走的说法并不意外。不过由于失踪当天他正在学校参加交友活动，并未知晓2人具体的离开时间和方式。为核实情况，警方前往康孝位于大阪市的公寓调查，未发现打斗或血迹等可疑痕迹，且失踪者的衣物确实不见踪影，种种迹象都符合离家出走的特征。加之康孝家处于监控盲区，附近监控未拍到母子2人的身影，走访亲戚、邻居及好友后，也无人知晓他们的去向，因缺乏有效线索，这起失踪案最终被搁置，成为一桩悬案。2011年8月14日早晨7点半，大阪市天王寺区东高金公园的环卫工人在清扫草丛时，发现一个被胶带缠绕的金属罐。好奇之下，他撕开胶带，一股刺鼻的恶臭味扑面而来，罐内赫然出现一个人类头骨。惊恐的环卫工人立即报警，警方迅速封锁现场，展开勘查。经初步检查，该金属罐长24公分，宽24公分，高35公分，容量约18升。罐身贴有附近一家制药公司的标签，除头骨外，罐内还藏有一块小怀骨。当日下午2点左右，警方在公园附近街道发现第2个金属罐，罐身布满铁锈，内装包括腿骨在内的多块人类骨骼。次日，在公园以西100米的停车场内，第3个金属罐被找到，里面装有几块脚踝骨，3个罐子大小、款式相似，推测来自同一工厂。法医对骨骼进行 DNA 检测后确认，这些骨骼分属一男一女，且为母子关系。这一结果让警方立刻联想到5年前失踪的冲代母子，经进一步比对，最终证实罐中遗体正是冲代和他的大儿子庸乐。案件有了突破性进展，警方随即调取公园及周边街道、停车场的监控，发现案发前一天8月13日，一名中年男子曾拎着袋子在公园内慌张徘徊，行为十分可疑，而该男子正是康孝。同时，警方通过金属罐上的制药公司标签核实，康孝曾在此公司工作过。综合这些线索，警方将康孝列为杀害冲代母子的首要嫌疑人。警方找到康孝进行询问时，他最初矢口否认与案件有关，辩称自己2年前因身体原因从制药公司辞职，不清楚金属罐的来源，只是偶尔会到东高金公园散步。监控中的身影仅是巧合，但警方并未轻信其说辞，先后对他现居公寓和5年前的旧居展开搜查。康孝现居的公寓位于发现第3个金属罐的停车场对面，步行仅需穿过一条马路。公寓内布局简单，空间狭小，警方未找到有价值的线索，但在5年前的旧居厨房中，警方发现了细微血迹。面对这一证据，康孝终于松口，承认是自己分解了妻儿的遗体，但坚决否认杀害他们。康孝向警方供述了一套离奇的说法。2006年4月10日晚，他下班回家后，发现家中漆黑一片，妻儿不在客厅。走进大儿子卧室时，他看到大儿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身边满是血迹，床尾放着一把锤子。随后在浴室中，他发现妻子躺在地上，早已没了气息，右手握着锋利刀片，左手手腕有伤口，疑似割腕自杀。康孝称，当时他推测因家庭经济困窘，妻子对生活失去希望，先用电锤杀死大儿子，再自行了结生命。考虑到小儿子正在学校参加活动，他不想让小儿子承受这一打击，便决定隐瞒真相。他利用从公司带回的电锯分解了妻儿的遗体，装入4个金属罐，再用纸箱封装，借助职务之便藏在制药公司的仓库里。
之后，他向小儿子编造了妻子带大儿子私奔的谎言，成功蒙混过关。2年前从公司辞职后，康笑将装有遗体的纸箱搬到现居公寓，但因空间狭小无法存放。从2011年7月下旬开始，他陆续将4个金属罐丢弃在不同地点。截至案发，警方仅找到3个罐子，康笑始终不肯透露第4个罐子的下落。康笑的供述看似完整，却存在诸多不合逻辑的漏洞。首先，正常人发现妻儿离奇死亡，第一反应应是报警求助，查明真相，而康笑不仅未报警，还刻意编造谎言隐瞒，行为反常。其次，作为丈夫和父亲，他竟狠心分解妻儿遗体，藏于公司仓库长达5年，违背人伦常理。再者，4个18升的金属罐难以装下2名成年人的全部遗体，已发现的骨骼也无法拼凑出完整尸身，剩余遗体碎块的去向成谜。为还原真相，警方再次走访康笑曾任职的制药公司，同事们均表示不知晓仓库藏有金属罐，也未闻到过异常气味。而对于康笑的为人，同事们的评价截然相反，有人称他工作一丝不苟，待人友善，常夸赞大儿子成绩优秀，也有人表示他脾气暴躁，曾酒后辱骂好心关心他的同事，让人敬而远之。冲代生前的一位朋友也向警方提供了关键线索，他透露冲代曾多次向自己倾诉家庭困境，称大儿子的学费都难以支付，而康笑不仅不闻不问，还沉迷赌博，将家中积蓄挥霍一空，甚至动手殴打他，每晚都喝得醉醺醺回家。更可疑的是，在冲代母子失踪后，康笑表现得异常冷漠，既未主动寻找，也未影响正常工作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基于这些情况，冲代的朋友坚定认为康笑就是杀害母子2人的真凶。案件发酵后，网友也提出了各种猜测，有人认为真凶是康笑的小儿子，他因怨恨母亲偏爱哥哥而痛下杀手，康笑是为了保护小儿子才选择分尸隐瞒。也有网友推测，康笑沉迷赌博导致家庭经济崩溃，冲代为给大儿子交学费退掉家中保险，康笑得知后暴怒，醉酒后杀死大儿子，冲代因悲痛绝望选择自杀，但这些都只是猜测，缺乏实际证据支撑。2013年7月，大阪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此案，检方以康笑分解妻儿遗体，将遗体装入金属罐的行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为由，指控其犯有故意杀人罪，但康笑始终拒不认罪。由于缺乏直接证明康笑杀人的确凿证据，检方调整思路，以在旧居发现大儿子拥了的血迹为由，指认康笑有杀害大儿子的意图，而冲代的遗体未发现被袭击痕迹，无法断定康笑有杀害他的故意。庭审过程中，面对检方的指控，康笑一改此前的辩解，始终保持沉默，不再为自己辩驳。最终，法院判决康笑故意杀人罪不成立，过失杀人罪成立，判处其28年监禁。如今，康笑已入狱多年，但这起案件的争议从未停止。他为何要分解妻儿遗体并隐瞒5年？冲代母子究竟是自杀、他杀还是另有隐情？第4个金属罐的下落又在哪里？这些疑问至今没有答案，或许只有死者与康笑本人才知晓当年的完整真相。